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16号。昨天比特币是小涨了 1.6%啊，目前价格还在$16,800附近徘徊。那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就昨天这一根小涨的 K 线，它的盘中价格跟收盘价是一直稳在前面14号的这一根螺旋 K 线的上影线里面来波动，说明这个位置短期的价格波动的区间还是相对比较强势啊。因为按正常一根螺旋 K 线，你如果弱势的话，应该在这一个下影线里面去波动。那这一根螺旋 K 线有可能就类似我昨天跟大家讲的，它二只脚有可能已经确认成立了。因为昨天视频有跟大家提啊，4个小时它是在当天能连续收2个多方抵抗的 K 线，4个小时里面有2个多方抵抗的吞噬啊，不排除二只脚如果确认成立，短期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变盘的动作？今天再利用20年3月份疫情危机的一个底部形态是非常的像啊，就类似这一个 FTX 危机的一个形态。为什么单根下跌，第一只脚是在第二天马上来了一个多方的抵抗，它价格基本上是要把前面的这根暴跌的实体全部给吃掉。那我前几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在这种高点去追，看一下它还有没有可能踩二只脚，因为疫情当时的一个低点，它也是类似这么强的一根螺旋 K 线，二只脚踩稳确立，后面是在6到8天的一个时间窗口再来一根大涨的一个变盘，但是上去有可能还会有压力啊，因为上面还有一个黄金比例 0.382 的一个压力位，也是在18000附近啊，等下来跟大家讲，以及为什么短期还是价格相对有一点强势，等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美元指数，它是跌破了60天的一个阻力成本。只要美元指数如果是向下的一个趋势，不排除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比特币跟美股或者其他的市场，短期你尽量方向给我往上去看啊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佣 20%，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那么先来看一下价格，其实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嘛，这一根螺旋 K 线，你如果是弱势的一个走势，价格你必须在下影线里面去波动，那有可能这个位置会在崩。但是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？就是昨天跟大家讲的4个小时，它是很明显有连续2个的多方抵抗。这个位置这边不是有一个正 N 型，也是讲了一段时间嘛，你拉一条直线过去，它破它会再反进去啊，来了一个多方的吞噬，那这边再来一个多方的吞噬，那现在的价格其实很明显啊，它一直在这一个多方吞噬的上方，是属于一个4个小时里面相对短线是比较强势啊，一直在这个横盘有没有可能短期要出转折往上去变？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这个日线啊，因为前几天是跟大家讲，当时疫情的一个低点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疫情爆发的时候是当天跌了 40%， 它这一根是一个多方抵抗，你可以看一下下影线也是很低啊，后面是有高点你不能追，就是这种高点不能追，你要反一点，它有可能会再踩二只脚，这是一只脚，这是二只脚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这2天的整理是不是跟这一根那一根螺旋 K 线跟这2根是不是非常的像？这2根你如果组合起来的话，它的实体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线来画，它的实体收盘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上影线下影线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根螺旋的 K 线，后面是在这一根出了一个转折，直接大涨了 40%。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转折的一个时间哦，如果是从这一个低点开始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天左右来了一个大涨，那现在的一个价格的形态跟它一个时间的形态是不是非常的像？就是这一根螺旋 K 线，价格一直在这个影线上影线里面去波动。那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它的时间，从这个位置是最低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以前有跟大家讲过，你如果是一个空方的趋势非常的强，你最好是在8天的斐波那契数列直接给我往下崩，所以不排除这2天到底会不会出一个转折的变盘，我们要留意一点啊，有可能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会不会往上收一根，但是收上去你也不能再追。不光是这2天跟大家讲的18000左右，它是4个小时里面前面的一个
中段整理区这边是有一个压力区。你如果去追价的情况下，我最担心就是它这个黄金比例，如果是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，它的一个 0.38 也是在18000附近，就是这个区间是有很强的一片压力区。因为当时我们可以看一下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后面它涨了14%的这一根，就是这一根啊，这一根大涨，如果我们也画一个黄金比例，从高点到这个低点日线级别，它在这一根大涨的时候，它是后面 0.38 是一直过不去啊，甚至过去以后还会再压回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前一次的在19年的12月份，当时这边是有一个矩形的压力区，就这个位置啊，这个矩形是有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。它后面是虽然是在这一根感觉是要过，或者是后面过的话也会再压回，但是最终确认过了这个矩形是在这一根啊。就我前几天的视频跟大家讲，它最终确认是在这一根过了，过完以后后面是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矩形的低点，就是这整个片区 0.38 是再也没有跌破过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就观察到底能不能来一根转折的大变盘。你如果给我一根大涨，你要留意一下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压力区哦。反正观点就是这样子嘛。短期如果真的来一根，能不能来到这个17000、18000左右， 0.38 位置是有一个压力区，它有可能会整理个一段时间，然后看能不能再一次挑战，确定就是重返18000成立，那有可能下一步行情是不是要往上走啊？那另外短期的操作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观察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这几次是高点17000都过不去啊？主要就是因为4个小时也是讲了几天，它现在结构是还可以，就是形态这边有多方吞没，但是4个小时的布林线目前是走偏。我前面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有跟大家讲，你如果要再做多，看二只脚有没有压回布林线下轨的位置，甚至破下轨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它现在是这两条线是上下轨区间非常的窄，万一是真的来一根突破，这个轨道短期我们观察一下会不会开口啊？因为目前是站在中轨上方，也不排除你如果看均线的话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4个小时里面其实如果是来一个20枚就要开始往上了，但是上去这个压力区也是接近4个小时里面60 MA，60 MA 目前的成本还套在高位啊，所以如果是不往上去变盘，那短期最理想的一个情况是继续在这边盘整。那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周线的 RSI， 已经讲了几次嘛，它是事隔4年才有这么低的一次来到30附近，之前是在接近18年的19年的低点 RSI 才来到30附近，现在破低我感觉其实背离的位置有可能不排除会出转折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元指数我也是讲了一段时间，目前它是跌破了整个头部的一个60天的成本，破下去有可能整个未来的方向美元指数还是往下看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